大家好，这里是看的说，我们今天的话题是乳酸。对于肌肉训练者而言，乳酸经常出现在训练当中。那么乳酸为什么会产生？乳酸给肌肉训练带来什么？有没有方法可以调整自己的乳酸水平？等等相关乳酸的问题，今天我会一一予以讲解。首先，我们来简单了解一下乳酸。乳酸在化学上是一个有机酸，它主要在糖分功能的无氧代谢过程中产生。那么什么是无氧代谢呢？在之前训练强度的视频中，我讲过肌肉的三大功能系统：磷酸原功能、糖酵解功能和有氧氧化功能。前两者磷酸原功能、糖酵解功能为肌肉提供能量时不需要氧气的参与，肌肉在利用这两种功能方式时所进行的就是无氧代谢运动。因此乳酸是在无氧运动中，特别是糖酵解功能时产生的。那么肌肉训练可以实现4个主要目标：提高爆发力、力量、体积、耐力。但是这4个目标不能同时达成。例如肌肉训练时主要依赖磷酸原功能时，可以更有效地提高爆发力和力量；当主要使用糖酵解功能时，有利于增加肌肉体积；而在有氧氧化功能状态下，更有利于提高肌肉耐力。对于很多热爱健身的朋友来说，由于你们的训练大多使用的是糖酵解功能，所以乳酸的堆积和如何面对乳酸成为了必须面对的问题。在肌肉训练时，我们主要的糖分来源肌糖被分解并转化为丙酮酸。丙酮酸在乳酸脱氢酶的催化下接受了2个电子和2个氢离子，从而被还原转化为乳酸。当一组肌肉训练超过10秒时，乳酸开始显著堆积。当乳酸达到一定数量时，人们会发现肌肉收缩变得越来越困难，同时引起疲劳、疼痛、燃烧感，导致呼吸加速、运动能力下降。对于乳酸带来的这种感受，相信大家都有切身体会。但是我要告诉你，你被你的感受骗了。乳酸虽然让你经历了不愉快的感受，其实乳酸并不是罪魁祸首。首先，肌肉收缩变困难，出现疲劳的原因并不来自于乳酸，而来自于氢离子的堆积。刚才说过，丙酮酸还原乳酸的过程中，氢离子的数量会增加，增加的氢离子会让肌肉细胞内部的 pH 值降低，转向酸性。这个过程被称为代谢性酸中毒，它会抑制糖酵解功能，让肌肉收缩受阻。其次，肌肉内部的酸性环境也会降低细胞内部酶类物质的周转率。而乳酸做了什么呢？乳酸是缓解代谢性酸中毒，而不是加剧。因为乳酸可以促使肝脏发生糖异生，产生葡萄糖，为运动提供非碳水化合物来源的葡萄糖。这也是为什么我经常讲，在训练前要补充蛋白质，因为乳酸可以在训练中将蛋白质转化为葡萄糖，作为能量利用掉。因此不要把乳酸当作导致肌肉疲劳的原因，相反，乳酸有缓解疲劳的作用。当肌糖不足时，肌肉细胞更倾向于使用乳酸作为能量，而不是葡萄糖。乳酸带来的好处不只可以作为能量再循环利用，还可以帮助肌肉恢复和生长。第一，肌肉的增加来自于卫星细胞的增殖。卫星细胞是成熟的肌纤维细胞的前体，它们附着在成熟的肌纤维上，并在受损或受到刺激时激活。一旦激活，卫星细胞开始增殖，并与现有的肌纤维融合，从而增加肌肉的大小和功能。有研究显示，乳酸可以刺激卫星细胞的活化和增殖，决定性的增加肌肉。第二，乳酸可以激活雷帕霉素等信号通路，这些信号通路对于蛋白质合成、肌肉的生长起着关键的作用，也就是乳酸可以促进肌肉蛋白质合成。第三，运动后肌肉组织可能会发炎，尽管这是一个正常的生理反应，但是过度的炎症可能会阻碍肌肉的恢复和再生。研究表明，乳酸具有抗炎作用，对于肌肉运动后的修复作用明显。第四，生长激素是促进肌肉恢复和生长的关键激素。研究表明，高乳酸水平可以刺激生长激素的分泌，这就是为什么提高生长激素的每组训练次数高于提高睾酮的。最后，乳酸有助于增加肌肉细胞内部线粒体的数量和效率。线粒体是细胞的能量工厂，负责大部分 ATP 的生产。线粒体数量和效率的增加，让肌肉细胞可以更有效地利用能量，帮助恢复和生长。除了以上3大优势，乳酸还可以促进新的血管形成，提升血液流动和氧气供应，并影响一些免疫细胞的功能，提升免疫力。可见，乳酸绝对是运动健身的正面角色。当然，我们常会看到一些视频中讲到乳酸的清除问题。我告诉你，乳酸在训练结束后5分钟会达到峰值，随之就会降低。
在训练结束后1个小时会恢复到训练前的水平。所以乳酸的清除问题根本无需研究。如果你的肌肉在训练后几个小时出现酸痛，那是延迟性肌肉酸痛，并不是乳酸没有代谢。关于这个问题，我会在以后的视频中给大家讲解。既然乳酸对训练效果有促进作用，那么我们只需要解决一个问题就好，那就是乳酸带来的感受问题。事实上，当我们谈论乳酸带来的疼痛和不适时，真正的问题不在于乳酸的产生，而在于我们身体对它的处理能力。这就引出了一个关键概念：乳酸阈值。乳酸阈值是体内乳酸的产生和清除之间的平衡点。当运动强度达到或超过这个阈值时，乳酸的堆积就会迅速增加，导致疼痛感的出现。因此，提高乳酸阈值可以帮助我们在更高的运动强度下保持更长的时间，而不是感受乳酸带来的不适。方法有3：第一，长期保持中高强度训练，可以让身体逐渐适应训练中乳酸的堆积，并且提高乳酸代谢的能力。第二，做高强度间歇性训练，这样的训练方式能够有效地提升身体对乳酸的处理和适应能力。当然，在这里我要提醒一句，在我的关于 HIIT 的2期视频中，我讲过，大多数人做的并非是真正的 HIIT， 而是 HVIT， 所以你要确认你的 HIIT 是正确的。通过上面2条可以发现，在训练层面，提高乳酸阈值的方法就是训练强度。第3，做好训练后的营养补充，尤其是水分的补充。总之，提高乳酸阈值不仅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利用乳酸的优势，还可以在固定的训练时间内提高训练效果。当我们正确地理解和对待乳酸时，它将成为提高运动表现的有力助手，无论是无氧运动还是有氧运动。好，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的话题。乳酸是无氧糖酵解功能时产生的一种物质。乳酸对于运动健身而言有很多优势，包括缓解代谢性酸中毒，作为能量再循环使用，增加肌肉修复和生长，促进新的血管形成，提升免疫力等等。乳酸在训练后1个小时就会被代谢掉。通过长期中高强度的训练，可以提升乳酸阈值，这是对付乳酸带来不适感的重要手段。所以，乳酸对于训练的作用是积极的。当我们下次训练时感受到那熟悉的酸痛燃烧感时，记住，乳酸正在为我们的身体做出贡献。谢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